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款热度非常高的机器——联想拯救者 Y7000P 2024。众所周知啊，前2年联想一直在主推高端的 9000P 系列，定位稍低的 7000P 就有些受冷落了，关注度没那么高。而今年联想调整了战略，重新开始把拯救者的重心放在了大众价位的 Y7000P 上。这台电脑依旧采用了主流级别的 RTX 4060，处理器则是从 H45升级到了全新的14代 HX55。而且它的整个模具都进行了重做，据说性能释放得到了很大提升啊。那么这次重出江湖的 Y7000P 能否重振这个系列的荣光呢？看完这期视频，相信你能找到答案。首先还是来看一下配置，这台电脑搭载的是 GeForce RTX 4060 Laptop GPU， 和去年一致，支持 RTX 光线追踪、DLSS 和 AI 加速等多项功能。处理器则是换成了 i7-14700HX， 相比上一代 i7-13700HX， 由8+8的核心升级成了8+12，缓存和频率也有所提升，具体我们稍后细说。内存为 16GB DDR5 5600兆赫兹，默认单通道，方便自行加装。测试机的硬盘是 1TB 的一联 AM6A1， 屏幕规格和去年基本一致，16英寸2560×1600分辨率，100% sRGB 的 IPS 屏，刷新率为165赫兹。价格我请后期列在屏幕上。大家觉得这个定价怎么样呢？可以在弹幕上聊聊你的看法。对于这种主流级别的游戏本，相信大家还是更关心它的性能表现，所以我们先来测它。GPU 方面 ，RTX 4060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啊，今年它仍然是这个价位游戏本的主力配置。在 Y7000P 上，超能和野兽模式下会进行自动超频，核心加100兆赫兹，显存加50兆赫兹。默屏状态下，实测 3D Mark FSE 12615分 ，Time Spy 10726分 ，Superposition 6360分。超频之后还能稍微提高一点点。另外，虽然型号没变，但是今年4070会有电压强提高到 0.99 伏的全新版本，对比旧版性能有一定幅度的提升。如果价格不涨的话，性价比会比去年更高一些。所以4070的配置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。接下来看一下 CPU，i7-14700HX 可以算是14代 HX 系列里提升比较大的一款了。相比上一代的 i7-13700HX 多了4个亿核，频率提升幅度呢也比 i9 更加慷慨。同时每个核心的 L2 缓存提升到了和 i9 同规格，对游戏帧数会有一些帮助。另外，去年的 i7-13000HX 有 C0 和 B0 2种步进。而 i7-14700HX 全部换成了 B0 步进，不用抽奖了。我们直接看跑分，单核性能部分 ，R13 单线程它可以跑到2061分，相比 i7-13700HX 提升达到了 9%， 也是终于超过了 AMD 的 R97945HX 了。多核性能部分依旧请出我们的 R13能耗曲线 ，i7-14700HX 成绩可以说是有些超出预期了啊，整体曲线相比 i7-13700HX 高出了一大截。跟 i9-13900HX 相差也不是很多了，我觉得这才是 i7 这个级别处理器应该有的表现。如果不限制功耗，只看超能模式下的成绩呢？我们照例跑了一下 R13循环，这台电脑第一轮可以跑到26251分，之后也可以维持在25500分左右。对比上一代 H45 处理器的 Y7000P， 性能提升非常显著啊。从跑分值的 log 可以看到，新款 Y7000P 在第一轮可以跑到超过150瓦。从第3轮开始，都是先跑到140瓦左右，然后回落到110瓦的平台上运行。这个性能释放比去年100瓦都不到的老款强多了。核心温度上也是新款占优，只在每一轮开始时候会达到97度左右的温度墙附近，回落后都在90度左右。理论性能提升了，那么实际游戏表现呢？先来看看网游部分吧。原生分辨率下 ，Apex 141帧，最终幻想14 107帧，使命召唤19和20分别是64和59帧。如果和去年同样是4060的 Y7000P 来对比的话 ，Apex 高了不少。可能这个游戏对缓存和单核性能比较敏感，而最终幻想14和 COD19 则是变化不大。到了大型单机这里，新款 Y7000P 在大部分游戏里都是以1帧微弱的优势取胜。剩下的项目中，消失的光芒2里新的机器优势大一些。而对于赛博朋克2077来说 ，Y7000P 2024反而会略低几帧。吐槽了好几次都是这样啊，可能是版本更新的原因。地平线5、古墓丽影和消失的光芒2能够以一个比较高的帧数流畅运行，而其他游戏则是40-50帧的水平。当然了，这样的帧数对于大型单机游戏来说肯定是算不上畅玩啊，这个时候就需要 DLSS 出场了。近几年，大部分新出的单机游戏都已经支持了 NVIDIA 的 DLSS 超分辨率技术，只要使用带有 RTX 显卡的电脑，就可以方便的获得帧数的提升。
我们选取《赛博朋克2077》和《使命召唤20》这2个游戏进行测试。在开启质量档位的 DLSS 之后，帧数分别提升了30%和41%。而且在 2K 这个分辨率上，质量档的 DLSS 可以说是几乎不会对画面清晰度产生影响，基本上是白送的性能。此外 ，RTX 40系笔记本电脑 GPU 还支持 DLSS 3的帧生成功能。通俗来说，就是在帧与帧之间插入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帧，从而进一步提高帧数。由于帧生成是由 GPU 进行计算的，那这项技术还可以降低 CPU 在游戏中的瓶颈。实测下来 ，DLSS 3在不同游戏中的效果有一定差别。像2077这个游戏，开启前后帧数增加了大约1/3，而对于《使命召唤20》来说，提升幅度则是13%。总而言之，新款 Y7000P 的游戏表现良好。对于4060游戏本来说 ，2.5K 16:10的屏幕是一个比较甜点的配置。网游没什么问题，大型单机有 DLSS 等技术的加持，也可以在高画质下以一个流畅的帧数运行。接下来是生产力方面的测试。由于时间所限，本次 Adobe 软件就只测了 PR， 最终得分8750分。新版的 Benchmark 的成绩呢，我们还在收集中，大家可以以后再来参考。还有面向多种专业应用的 Spec Workstation 的测试，大部分项目中新款 Y7000P 的成绩都要更高一些。当然，除了这些应用以外 ，AI 也是目前生产力的重要一环啊。虽然现在很多处理器都开始内置 NPU 加速单元了，但主要还是辅助性质啊。认真做一些工作的话，一张性能足够的 RTX 独显还是不可或缺的。我们依旧采用 Stable Diffusion 生成图像，在 SD 1.5 模型下出了10张图，默认情况下需要花费32.9秒。而在启用了 NVIDIA 的 Tensor RT 加速之后，出图时间直接减半，10张图只需要15.4秒，效率提升非常可观。对于 AI 相关的用户来说，4060的游戏本已经可以承担不少 AI 工作了。简单总结一下性能方面的表现，这一代 Y7000P 性能释放比之前强了不少，再加上 i7-14700HX 的升级，整体表现有很大进步。搭配主流级别的 RTX 4060，无论是玩大型游戏还是做一些生产力 AI 方面的创作，都有不错的可用性。好了，聊完了性能，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外观。新模具在外形上的变化还是挺大的。首先，最明显的是侧面的出风口被取消了，改成了尾部3出风，连带着接口布局也发生了变化。新的 Y7000P 依旧采用了3A 加上2C 的接口配置 ，USB 口全部放在了侧边，插拔会比之前的尾部接口稍微方便一些。不过 C 口还是没有雷电4啊，我觉得在这个价位上至少应该给一个。之前全尺寸的 SD 读卡器这次换成了 Micro SD 的，感觉有些可惜。电源接口和 HDMI 2.1 则是依旧位于机身的后侧。机器默认的尾部为黑色，同时包装箱内附赠了一个蓝色的替换键，可以自行转换成另一种风格。整机厚度20.7到25.4毫米，和去年基本一致。机身2.42千克，适配器855克，便携性在16英寸的游戏本中属于常规水平，可以通过携带专用的140瓦 C 口充电器减轻旅行重量。掀开屏幕，转轴的阻尼比较舒适，最大可以180度开合。屏幕为16:10，边框比较窄。这块面板来自友达，实测色域容积107.2%的 sRGB， 色域覆盖98.1%的 sRGB。色准方面，它自带校色文件和艾瑟利色彩管理，平均 Delta-E 1.03， 最大 Delta-E 2.62， 表现良好。色温将近7000K。实测中心最大亮度为373尼特，常规水平。屏幕采用全亮度 DC 调光。响应时间方面，黑白9.6毫秒，灰阶14.4毫秒。在 Legend Zone 里可以找到屏幕的 OD 开关，开启之后灰阶响应可以缩短到9.8毫秒，而且几乎没有过充，可以放心开。总的来说，新款 Y7000P 的屏幕素质良好，色准色域过关，没有明显的短板，用来玩游戏或者做一些不需要广色域的工作是足够的。看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觉得新款 Y7000P 的综合表现还不错呢？确实是这样啊。但是，当我们把视线放在 CD 面的材质和外设上时，一些不太让人满意的元素就开始出现了。首先，键盘依旧是广受好评的经典布局，这个没问题。不过，它的按键手感却有所降级，虽然还是1.5毫米的键程，但是回弹反馈不如之前了，这一点在空格键上尤其明显。同时，触控板的体验也比较一般，只属于能用的水平。而到了背面，翼壳的做工就有些过于粗糙了。换成了去年 G5000 那种廉价感很强的浅色塑料，跟金属的 A 面放在一起，违和感非常强。反正作为每年必测的机型，今年 Y7000P 的外设和做工表现让我有些陌生，感觉没有达到以前的水准。看完了外观，下面进入拆解环节。这台电脑拆机不难，卸下底面的螺丝即可揭开后盖。这个布局结构和上一代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。电池容量依旧为80瓦时，
实测 PCmark 现代办公续航成绩为5小时17分钟。内存有屏蔽罩覆盖，来自美光，16GB 单通道 DDR5 5600兆赫兹，跑分看图。根据我们以往的测试 ，DDR5 单通道对于游戏帧数来说基本没有影响了，对于 Adobe 软件则可能有些瓶颈，可以自行考虑是否要升级双通道。硬盘为一联的 AM6A1，走 PCIe 4.0x4通道，联想很多主流级的电脑都采用这块硬盘，跑分一般水平。左侧还有一个闲置的硬盘位可以用于加装。无线网卡是 HR211，支持 WiFi 6E。实测速度和稳定性，我们做了图表，大家可以参考。散热是新款 Y7000P 变化最大的地方，它取消了2次的出风，鳍片由铝重新换成了铜片，数量减少到了2组，同时在尾部中央开了一个无鳍片的出风口，搭配具有内吹设计的风扇进行辅助出风。虽然看上去出风口数量变少了，但是风扇和鳍片都得到了增厚，热管的规格也比前代更高了一些。对于新散热，我们还是不看广告，看疗效，直接进入烤机测试。室温25度，在超能模式下单烤 FPU，CPU 功耗维持在了110瓦，93度，P 核 3.7 到 3.8G 赫兹，E 核 3.1G 赫兹。单烤 GPU，RTX 4060维持在140瓦，76.6度，频率2445兆赫兹。双烤 CPU 65瓦，81度，P 核 2.7G 赫兹，E 核2.2到 2.5G 赫兹。RTX 4060功耗115瓦，温度74.6度，频率2280兆赫兹。这台电脑双烤能够达到总共180瓦的性能释放，核心温度还不高啊。相比上一代50+100瓦稳不住还撞墙的散热水平，确实提升了不少。而且新款 Y7000P 这个温度表现看起来好像还有一些潜力可以挖。我们试着解锁了一下功耗再测试，发现它可以稳定维持在70+125瓦，温度则是85+78.8度。如果把尾部垫起，则可以再提升一点，稳定在70瓦加125瓦。整机200瓦的散热已经快赶上去年 Y9000P 了啊！不过这么高的功耗下，原装230瓦电源不太够用，会出现电池取电的情况。平时保持默认就差不多了。表面温度部分，高温主要位于键盘中间区域，欧键会有一个热点达到47.1度，其他区域41到45度 ，WASD 则是36.5度。长时间玩大型游戏的话，还是存在一定热感的。噪音方面，在超能模式下，风扇满载达到了5600转。实测人为噪音为59.5分贝，噪音表现和玩7000P 2023款一样，但由于这个新的内吹散热设计，2024款的散热能力提升了不少。正如前面所说，它的这套散热其实还有余量。我们试着手动把风扇调整到4500转，结果噪音明显降低到了54.8分贝，而双烤依旧能够维持在65+115瓦，温度也在安全范围内。总的来说，新款 Y7000P 的散热表现不错。在更换了新模具之后，它的性能释放有了显著的提升，完全能回到第一梯队的水平了。我们熟悉的那个拯救者又回来了。有点遗憾的是，超能模式的风扇策略有些过于激进了。如果后续能够 OTA 升级，或者大家自己手动调整一下，那使用体验会更好。好了，测试了这么多项目，相信你对于这台电脑的表现也有一定了解了。按照惯例，这里总结了3条优缺点供各位参考。看完了整个评测，大家对于今年 Y7000P 还满意吗？从数据上看，新款 Y7000P 在散热和性能释放上有大幅度的升级 ，HX 处理器也比之前的 H45强了不少。再加上这次首发测试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影响使用的 bug， 确实找回了不少拯救者的感觉。不过新一代的 Y7000P 在机身做工和外设上有明显的减配，在这一部分我认为存在明显的短板，所以它不再是我们印象中那个主流价位水桶机了。而是一台优缺点都比较突出的电脑。个人观点啊，如果你很看重电脑的性能表现，又没有 Y9000P 那种高端机型的预算，那今年的 Y7000P 在一线品牌里算得上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。如果你对外观外设比较在意的话，那可以去线下体验一下实机再做决定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的话，不妨来个长按点赞，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。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，可以关注一下比8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。交流买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。这里是比8评测室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